今年没对过。对。那去年的那个季后挑战赛，新北中间就一场就把高雄台电给砍就一码死了啊。不过两队阵容上都有调整，所以说这个金方你怎么看今天这场球可能的过程？ 当然，我们以刚刚的一个积分表来看的话了哈，那积分表因为它是场次的问题，所以在整个排名上面它会有一些整个的一个异动啊。那当然可以看到，当然这2、3个礼拜没有打球，其实所谓的比赛不是并没有训练了哈，就是没有那种比赛的那种的一个这个整个的一个这个交手的过程里面呢，其实对于赛场里面呢，它还是会生疏一点。是。好，那当然刚刚这个志平兄特别提到的说，今天这2队到底状况怎么样？那当然整个阵容的一个调整了以后呢，其实对于说在整个的一个战术或者是说他们人员的安排，这就非常的重要了。呀。哦，那当然我们看到新北中间今年来讲的话呢，其实它调整的相当的不错了哈。从去年在整个我们说又回到大专去，大专联赛的一个这个重返到这个所谓的一个冠军嘛哈，那整个的一个这个阵容的一个部分，到现在来讲的话呢，也调整的相当的不错。再加上说有一些外援进来，当然他也补强了他的一个实力。那在台电这个区块来讲的话呢，其实他也补强了蛮多的一些年轻的好手进来。那这些新秀进来呢，其实他们的战斗力非常强的。好，尤其在整个的一个比赛的一个拼斗，都有他们的一个优点。那今天这一场火花插下来的以后呢，其实应该是蛮精彩的。对，其实赛前聊了一下，其实当然比如说对高雄台电而言，因为年轻的真的很多。那现在在新北中间呢，今年补了几个集战力，组了2位这个2位这个泰国的好手队，就是张立文。那小毛直接跟我讲，张立文我很熟啊，可是他们年轻的都不熟。对，真的，因为他离开了球场一阵子到日本去了。是。好，不过我想大家都很期待了啊，因为其实今年这个对战组合上来讲，其实新北中间打了毅力最多，好，那高雄台电打的是精华最多，可是这2队是完全没有碰过。那新北中间今年开季又打得相当好，一个4连胜。那对高雄台电来讲啊，跟这个台北精华又打得有点纠结啊，可是你又看到年轻的战力就一直冒出来，对。那所以说今天有太多我们所不熟悉、无法预期跟还没有看过的一个可能的内容，2队都很期待。我想观众跟我们一样也都很期待。是，不过我就觉得，高雄台电来讲的话呢，他要特别的注意到一个重点，就是说，其实学生的球队他是很黏的。学生球队，因为尤其我们的赛季，大学的赛季又要开始了。好的，我是在下礼拜就有。是，所以说在整个的一个这个搭配来讲的话，我是觉得说，如果说以新北中间来讲的话，他在整个一个战力的组合来讲的话，应该已经达到一个程度了。所以说，虽然台电的一个这个新秀，但毕竟他那个新秀上来的一个部分来讲的话，多半还是年轻，还是年轻。对于说整个的这种的一个我们说成人组的一个赛事来讲的话呢，他们还是需要有一些更多的一些磨练的机会。好，在我们继续分析前，我们先把时间交给触电哥啊，现在是他的 home course， 也是要来请触电哥帮我们来暖一下场，来看今天的主场活动。特别提到，今天呢是高雄台电弃牌20年呢，在凤山体育馆的第1次的出赛。许多的长官贵宾都特地到场来支持，为高雄在地的排球队来加油打气。所以接下来呢，就由红青这边来为各位介绍今天莅临现场的长官贵宾，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他们。好，第一位为各位介绍的是中华民国排球协会龚建荣理事长。第2位为各位介绍中华民国排球协会黄国光秘书长。第3位为各位介绍高雄市体育总会排球委员会黄焕勇名誉主任委员。好的，那今天是高雄台电主场，所以我们的台北总处呢特别邀请到这位帅气的处长莅临到现场，一起来欢迎台湾电力公司人力资源处沈树理处长。紧接着为各位介绍的是台湾电力公司凤山区营业处的洪通泽处长。好，下面一位一样是从台北总处下来的，我们非常美丽的台湾电力公司娱乐推行委员会王淑娟执行秘书。最后压轴为各位介绍台湾电力公司凤山区的总务经理钟慧珍经理。好的，紧接着呢就要为大家来介绍本场赛事的2支的球队。
那首先呢，要为各位介绍的是今天担任客场，也就是做客到我们凤山体育馆的这个球队，就是新北中仙队。那大家呢，也要用最热情的掌声来欢迎他们。所以接下来就来为各位介绍新北中仙队的球员以及队职员名单。首先为各位介绍新北中仙21号叶瑜文，2号张黎文，3号蔡义杰，4号杨梦娟，8号张小玉，10号陈云珍，11号张义琪，15号李子嫣 ，Number 16 达令，19号陈廷儒，25号张轩，29号林其荣，31号陈燕珍，以及 Number 99 Dear。为各位介绍新北中仙执行教练张恩崇先生，教练简佳慧小姐，管理周文婷小姐。最后为各位介绍新北中仙领队楚文琪小姐。好的，那我们今天是高雄台电女排的主场日，所以呢，我要先找一下那个在观众席最熟悉的声音。高雄台电女排的加油团在哪里？好，介绍完新北中仙的球员后，请大家把目光转移到凤山体育馆的南门处，也就是我们雅典娜女神的布帘后方，一起来欢迎我们的地主球队高雄台电女子排球队进场。率先出场的是高雄台电队最坚强的教练团，一起来欢迎执行教练张丽云小姐。紧接着出场的是教练郭静怡小姐。接下来欢迎教练王前斌先生。接下来欢迎教练姚成山先生。接下来欢迎体能教练陈子豪先生。最后进场的是防护员曾宣琪小姐。好，接下来呢，要欢迎高雄台电女排的球员进场，率先登场，2号举球员刘玉纯。紧接着登场的是背号3号中间手曾婉玲。下面一位登场，背号4号主攻手陈思瑜。下面一位登场，背号8号副攻手洪诗涵。下面一位登场，背号9号主攻手蔡佑群。紧接着登场，背号14号主攻手许桂莹。接下来再用你更大声的加油声，一起来欢迎先发球员进场。先发球员率先进场，背号1号中间手胡小佩。第2位登场，背号5号自由球员吴敏玉。紧接着登场的是背号10号队上的主攻手徐婉瑜。一位登场场上的指挥官，背号11号举球员洪家瑶。下面一位登场，背号12号主攻手洪雨柔。紧接着登场，背号13号中间手包英奇。最后压轴登场，背号20号，一起来欢迎副攻手黄敬轩。邀请全场的朋友再给我们电力十足的地主队高雄台电队一次热情的尖叫声。
好的，再次感谢所有长官及球迷、粉丝朋友们的莅临。相信呢，今天两队的选手们都能打出最满意的成绩。现场的所有球迷朋友，准备好你们手上的拍拍扇以及尖叫声，精彩的比赛我们马上开始。好的，我们还是很谢谢这个触电哥这个热情的一个大放送哦。好，我们来看看两边的先发名单，在高雄台电部分，今天的举球11号的洪家瑶，举队黄敬轩，那两个中间胡小佩，还有13号的包恩琪是新人。然后呢，在主攻手的部分是12号的彭宇柔，再加上10号的徐婉云，两位吴敏玉跟钟红勋自由。再来看看在新北中线的部分，来看看的举队是张黎文，那举球是陈庭如，然后在主攻的部分包含的是11号的这个张一琪，还有16号在哪里？16号达瑞。另外的两个中间手包含了Just Bone， 还有是21号的叶玉文，林启荣，还有陈燕珍两位自由。哇，这两队真的是在继去年的一个季后挑战赛之后的交手啊，那去年的练法已经有点不太一样了啦所以说今天就真的要看状况调的怎么样两边的状况调的怎么样。张黎文真的今年回来之后，就完全是看到了这种我讲的比较实在，就大姐头的那种身手，就是这我觉得他很会玩球了，他很会玩球。基本上来讲的话，其实更成熟了。然后，因为毕竟我们说有去外面看看的这个外面的一个世界打法的一个状况里面呢，或许有一些新的一个观念跟经验可以带回来那当然最大的一个这个受益者就是他自己本身了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运动是无国界的，然后大家可以从网络上面去看到很多精彩的一些技术，不管是男生也好，女生也好。那当然就是回来了以后，你有那个能力都可以去这个效法来去创造。那我觉得说，在整个的一个排球的一个运动的技术里面的打法，它可以不断的创新而不是说一直维持旧有的一个模式在打法。因为我觉得说，我们台湾的一些打法来讲的话，其实可以再更精进一点因为整个的一个战术各方面来讲的话，我觉得还是单调了一点好，马上就要来进行这第1局的比赛还有达瑞的发球。打长线的这球，看看，哇！黎文这一上来就开始用他的一个相当多变的出手，帮新北中先拿下第1分。其实这个黎文在还没有出国之前，就是打新北，就是打中先嘛，对不对？对，新北中先。1-0。好球！徐婉莹今年转这个攻击手，转为中攻击手，其实表现的一直都相当的称职了他最大，当然我们说了他最大的一个缺点就是他身材是不是特别的高？不过他也是因为他这样的一个身材里面，他打法有他的独特性因为他的整个的一个进攻各方面来讲的话，他的一个路线他转折的是相当漂亮的。张黎文的出手，这个球是打成了一个塔吉亚，打点一样，这个球一样是打平的，没有往下扣好球，小佩的一个中间的一个平行的快攻，这球推长。这中轩的外援都是泰国人，没错这有球迷在问2-2，长线，这球可惜了，小佩的球出界。短球，王建轩打长线，又是一个9米线的一个落点。
张一起，一样啊，这球要往直线走，可惜偏了。其实他这个整个的助跑并没有做得很完整哈，因为他身材是够高啊。如果说他的整个的一个这个进攻的一个动作可以做得更扎实一点哈，其实他是比较蛮吓人的哈。哇，你可以感觉出来，一开始啊，这个高雄台一直想要在发球的部分再多加压了啊，不过都在整个在距离的一个掌握度方面都还是过头了。其实他的发球是比较接近底线的哈，所以说他是把球压得比较长一点。好，彭义柔也是转直线，刚好直线是一个大空档，也观察到了。5比4。阿宝这球没打死，修正后排。啊，这球可惜了。彭义柔的出手稍微距离多了一点点啊。感觉上，在台电的今天的一个这个出手来讲的话，你可以看到哈，他们的一个这个出手，目前我觉得还不是说那种所谓强击的哈，都是以打点的一个模式居多了。到目前，可能还在整个的去调试一下吧。而且讲在今天高雄真的凤山真的比较冷。好，包英奇其实这2周啊，其实上礼拜能够在后面击败这个台北精华，很大的重点是包英奇真的上来之后真的很敢打啊。其实我们一直在强调哈，说在整个排球来讲的话，以前都着重在整个3支的攻击手哈，但是现在的排球里面呢，可以看到要更全面哈，也就是说，在整个的战术的发展，快攻已经占的是非常重要的一席哈。哇，这个背飞的一个搭配啊，其实 Josh Bond 的身材也够，而且其实今年在新北中线来讲，这个陈庭儒的配球其实真的有很大的提升啊。他的球给得更稳，而且也很敢去调动。我觉得在这个一年一年的成长了哈，经验各方面都是有很大的一个进步了。霞环颜色，哎，这球被前排给拦了下来。7比6。打斜线也是一个打点哦，就像刚刚青芳说的，都是在打点哦。不过今天当然对这个黎文而言呢，这个他对这种青女队常常用这种虚攻，可是高度对手的高度跟经验值就真的不太一样啊。对。黎文斜线哇，空档哎，不是，这整个可以看到台电在整个拦网上面的一个定位啊出了问题，完全偏掉了，对，完全偏掉了。这敬轩应该是要再往里面靠一点啊，因为你看到黎文这个球几乎是完全散开来的，是完全等于是没有人在拦网的模式。8比7。放短，哎呦！这个球掉到，其实在第一时间的这个反应速度，让祁隆跟不上哦。跟不上，对，因为他这个可以看到敬轩的身高够高哈，这手伸直了以后呢，这个点又更高，所以他基本上做这样的一个小球是蛮有效的。啊，这球黎文被拦到，而且在界内。哇，今天黎文他面临的考验就真的不太一样了啊，真的不太一样。9比8，又是出界。哎，我突然间没注意啊，这个婉云的这个头发又新的一个发色，对，新的发色。啊，有，黄敬轩大角度啊，又是一个高打点。感觉上你可以看到敬轩的一个打球，你给他的球是够高的哈。其实他的动作来讲的话，他其实真的是很会跳。
但你给他的球够高的时候，我觉得说他比较发挥不出来他那种爆发力，你知道吗？但是你给他用追球的，就是给他有点，就是他为了去追这个球的时候，用身体来压的感觉。对，他这速度就那个力量就出来了。可是那个要这样算得很准。对。好，新北中先从原本的稍稍领先，现在被追过，而且几次的攻击没有能够突破，喊暂停，9比11。好，暂停结束，双方目前是2分差啊。现在新北中线是9比11，台北高雄台电呢2分领先。胡小佩的发球，张育琪这球没有包到。所以你看，我是觉得说，你像他这个球也是没有跳起来哈，有点脚有点拖着走的时候，但是手举起来是很高，但是你没有跳起来的那种击球的点哦，跟那个状况就并不是很协调的那种现象。修正，靠网啊，太靠网了，太靠网了啊！黄建轩赶上来，一点维护喽。不过刚刚洪家瑶他这个的吊球的一个状况，就是说攻输的一个部分呢，其实是蛮好的。但是就是说，因为毕竟在后面的，如果说这个球举得好的话，大概可以只吸引到1个人拦网啊。但是蛮可惜的是比较靠网。哇，今年真的哦，其实有几个集战力，其实包恩琪也是其中一个很大的一个注意哦。对目前的这个高雄台电来讲，蛮急需这样的一个集战力哦。对。13比10。哇，又出界，他连续发了2颗都进来，对，又出界，对，而且感觉上当然来到凤山，反正怎么觉得好像他们自己都不是很熟。我觉得这个场馆里面的风吹的比较大一点点的感觉。好，这个球转直线，不过一样是要用打点的概念啊，这个球出界啊。12比13。有了转线哦，大斜线好球。好，现在新北中线换人，要把张育琪换下去，把张轩给换上来，加强整个接球的一个安定性啊。14比12。这球还是被挡回来，后排节奏。给的有点短，不过徐婉莹没问题。对，但是速度有了，所有中球虽然不够长，但是速度也追得上来哦。所以可以看到，在新北中间，其实拦网上来的一个动作还没有完成的时候呢，婉云就出手了，所以他有他的优势哦。好，虽然说暂停过稍有掌握，不过又是让高雄台电连拿2分啊。那现在看看新北中间这边要怎么样来因应啊。要拍啊！他在中间根本就在那个传球，他跟我来，在中来，每次刚刚来结束。
3分差。哎，今天第一局讲一下，虽然说领先，不过信号就贼哈，失误一直出现。新北中间请球替补20号下15号李子坚上。李子坚换上来发球，这个没接好，哎呀，两个人也没有默契的这个沟通啊，哇，这分直接让李子坚上来就是一个发球的得分。不过真的比较可惜，就是说台电队的一个这个发球他没有好好掌握，这种可以连续得分的一个状况就被中断掉了。只差1分了。哇，这个空档，而且 timing 啊抓不太到。其实可以看到这个婉云的一个这个攻击的时候，他出手的时候呢，他的手腕转得很好，所以完全就是避开这种的一个直线的一个拦网。其实排球来讲的话呢，如果说这种连续得分的这个气势没办法掌握上来的话，我觉得是就比较可惜一点，因为你的零零碎碎的一个得分，那零零碎碎的得分就变成你来我往了。那如果说你可以连续得分的一个情况之下，其实它有很大的一个优点，就是说可以压制对方的整个气势，或者是他们整个一个战术。哇，这个球战术打得相当的灵活啊！一个背飞引导之后，然后直接是中路的老三，对，把人都拉开了，对，人都拉开来。不过现在是新北中心要来挑战的是逐步犯规，看看这个球有打刷不啦？好，今天新北中心的啦啦队基本上在场边还没有机会跟大家见面啊，现在终于有时间缓一下。哇，最近这个棒球那么打得那么火，那啦啦队实在太红了啊！真的，所以我们这个排球的啦啦队应该再进化一下。要靠秘书长，秘书长要对，我们要多那个一点啊。应该讲的是这个黄秘书长。黄秘。哦，哇！有哎，有擦到，那么一点点，有擦到。哦，真的是，恩宠教练都觉得拍谁啦，拍谁，就那么一点点，就那么一点点，就那么一点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它有一个冲力哈，其实你有时候踩线的时候呢，你踩的一个位置在先后，但是有一个冲力一压过去，脚腕的时候再稍微下压一点，就会碰到那个线。呀，好，1分差，15比16。哦，婉云真的是机动性很好，女生里面啊。其实就是说，我们说，如果说我们的高个子的一个选手的一个打法有像他这样子的一个机动性，或者是他整个的一个出手的一个能力其实会更好。但是有的时候就是说高个子的一个状况没有他那么好，所以矮个子他就有他的一个这个独特性，又是一个长球。哇，这个发球今天真的是一直在送礼啊，这个礼送不完啊，快到圣诞节了吗？哇，两边的失误真的有点夸张哎！高雄台电已经10个失误了，那新北中心才3个，所以光是送分多送了7分啊！对，你才开赛等于是一半而已啊！对，中正的地方。新北中心的分数16分，里面有10分都是高雄台电送的。哇，祁荣哇，真的拼死拼活把球救回来。哇，还是交给徐婉云。啊，你看，就像刚刚青邦说的，你给他有这个前冲的力量，以他的高度去打他，只要他那个下压再加上他的高度，那个角度就很难守哦。对，因为我觉得说，
他的球就是不要给他太正常，稍微给他有一点点速度感，让他去追的一个状况呢。又是一个3分差，哎呦，失误啊！已经失误送给对手宰1分了哈，宰1分啊！新北中文才拿17分，其中有11分是高雄台电送的礼。哇，你看哦，两边的攻击哦，高雄台电攻击拿了15分了。 可是呢，新北中间的攻击才拿4分，可是两边目前只差个2、3分。对啊，所以在整个的一个这个比赛的过程，我们真的要去探讨一个大问题，就是说我送分到底这个对我的比赛里面影响有多大？又是一个出界。哇，现在是怎样？这就是南部人的热情吗？新北中先请球地。没有啦，这真的有点就是，这是一个要马上调整的事情。没错，因为这是比赛。 而且你可以看到，今天发球的失误那么高的话，就应该要有一些调整啊。而且这些发球来讲的话，并没有太大的一个威力啊。所以说，我们说所谓的就是说那种真的你是完全是要搞破坏性的那种的发球，因为他这个发球基本上只是发的比较底线，并没有太大的一个威胁性啊。哎呀，界内哦，没错，界内哦。 好，新北中间在这个关键分的时候，陈云珍在发球的部分直接，好，现在把蔡佑群给换上来。哎呦，还是孙昌斌哦，很接近嘞。 好，现在是要把张立文给换上去。球地50号下2号张立文上。哇，你看哦。 你再看蔡耀群打球，他真的最漂亮还是那个最后那个瞬间还得了哈。对。新北中先请球地15号下21号叶菊文上。22比19。好，这球飘得够深啊！祁荣在，就真的什么都有可能啊。 转球有防备，祁荣，李文也没打死，再来吐龟，还有换边，今天可以看到啊，很 K， 对他的张一起，他今天整个的脚上跳不起来，都拖在下面。 还有卡住，卡住！哇，这一分太可惜了。20比22。 哇，这都给的太短了啊，太短太低了。哎呦，紧张了，现在只差1分了。好，现在是高雄台电喊暂停。其实真的讲，就真的第一局高雄台电的失误实在是太多了。目前失误送给对手14分。对。哇，这真的是很难想象。 他送了
24分，目前现在新北中间是21分嘛，哈，他自己真正有透过攻击去得分才拿4分而已，所以他基本上今天以至新北中间的整个的攻击的火力状况并不是特别的好呀。高高这半年就是都会在旁边协助球队了啊。哇，这个球又没接好，这分又给，真的是让这个阿宝在中间狠狠的来这么一下，现在平手了，22比22。转直线，好球好球！蔡佑群哈，其实他最厉害，我觉得他的出手直线打得很漂亮。没人啊，完全防守的很到位，很到位。这球要来也到位。后排张立伟好球啊！这球穿破，打破防线。23比23。好球救到！哎呦，这个就顿呆了一下下，其实就送长出去，对，已经是一个安全球了哈。这种的呛死球就送长了，因为你送长来讲的话，我们自己还有时间可以回位再来准备做下一个这个，比如说是拦防哦。24比23。完全中间的一个拦网，台电的机会，背后哦，这一球是直接后面跑一个单脚的起飞，小佩的得分。第一局结束啊，相当的精彩，接近25-23，高雄台电拔得头筹。名单一出来的时候，好像大家都对这些名单蛮惊讶的。我们这一批比以往的年纪都还要再小一点点，所以我觉得我们要靠我们的体力啊，然后可能我们的气势，然后再加上我们平常整合的东西。我们都有做一些举球员跟攻击手搭配，那在对抗性上，我们也做了很多那种团体式的一个对抗方式。这次有雅媛泰国的2个选手整合下来的话，我觉得可能有很多习性很像，所以在沟通上面或者是表达上面，还有一些习惯上面的话，还蛮容易去做配合的。我相信就是靠每天的训练，然后有问题就提出，然后修正，我相信会有好的成果。我觉得不管是谁上场，其实就是做好自己最好的表现，拿下这场比赛。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eart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没有平凡，只有卓越，技术与力量的巅峰对决，拼搏与激情的荣耀象征。见证心灵与体能的极限挑战。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 ，HubSports YouTube 频道，全赛季现场 live。
我们今年就是连庄排球队，我们有换一些阵容，因为我们去年主力有受伤，所以有补强了一些球员。因为蛮多新的成员加入，我觉得能最快速的整合就是不断的沟通。许多来自不同地方的球员，就是我觉得他们的分享对于我们球队来说非常重要。整支球队在经历了一些5大杯赛的洗礼，每一场球赛都要多出声音，然后互相鼓舞，才可以把士气拉起来。一定是要先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能害怕，不能觉得自己的经验比较不足，或是自己年纪比较小。我觉得反而要更敢拼一点，更敢去突破。我觉得就是慢慢的去磨合，拿出大家自己原有的实力，然后在比赛场上展现出最好的样子。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eart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eartSport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eart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好的，我们来看到第一局啊，高雄台电跟新北中间这支两队在气排20年的第一度的交手。第一局这个内容我实在看不太懂哦，就是攻击的部分17比7哦，可是在失误的部分又是1倍的差距哦。是。那基本上在整个高雄台电的17分得分当中，徐婉瑜拿5分，黄俊轩拿4分，小佩拿2分。那新北中间除了张立文拿4分之外，其他人全部是1，攻击部分完全配不起来。可是呢，因为高雄台电的发球失误太多，对，那基本上来讲的话，第一个我要先佩服这个台电队啊，能够失误那么多的情况之下的时候呢，也能够去这个把第一局拿下来哈。当然回过头来看看刚刚的数据，在这个所谓的一个新北中间，其实7次的攻击里面，它有这个7分的这个攻击，但他们有4分的一个失误呀。那台电队是有17次的一个攻击是有17次的得分里面它，然后呢，在整个攻击里面有6次的失误，所以基本上按照这个比例来看的话，台电的攻击的一个失误率算是低的。那当然，在整个的比赛来讲的话，可以看到在新北中间，其实它的攻击的火力并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哦。好，这个第一局算是暖身，因为我们再次强调，其实高雄今天真的蛮冷的啊，在凤山来讲，两边看看这个一局之后，你们打得比较热一点啊，肌肉的这个整个速度啊，那个粘稠度提高，那也让自己的运动表现能够有更大的一个空间了啊。是。其实基本上整个的赛季安排哈，你看这个我们说南部的气候其实比北部还暖和一点。其实在这个将来的一个赛季，到了这个接近冬天的时候，其实这个所谓的一个赛场就是往南来移啊，选手的一个表现会更好一点呀。好，第二局的部分在高雄台电的部分做了一些的调整，现在在整个进攻的部分啊。
许慧莹担任先发，哎呀，发球还失误。刚刚是这个都是出界的，这一次全部我不是说全部了，这一次开始产生的是 no in 的。对，我直接问旁边的高高，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对，一直发球，一直失误。所以今天我就觉得说他们在整个的发球上面并没有调整得很好啊。不过张一起这个球也是一样发出了界外，这个莫非是场地关系吗？哎，我们应该是不是我们下次来我们要带个那个风向，先测一下风向啊，气流怎么流？你要先带个挂，人家带个挂，带个龟壳是。哎呦，霸包啦！哇，许慧莹。3比1。哎呀！突然之间两个人放掉了。哇，今天这个全新的造型哦，徐婉莹的发球很杀，现在马上让新北中心喊暂停，1比4。暂停结束后，比分来到4比1，由台北队。这两队很有意思啊！其实你今天看到目前新北中心好像那个攻击那口气一直提不上来哈。当然，在我们说接发啦，然后举球的一个调度啦，哈，整个的观察上面来讲的话，其实是应该今天的整个一个状况，我们说哈，在整个举球的一个部分，其实平鲁他也算是我们刚刚也特别提到，就是说他其实也进步的蛮多的。但我觉得是在攻击手出手的时候，他的一个路线的一个选择上面呢，他应该要再更精细一点。也是变化多一点，不要太顺，因为整个的一个打法啊，有的时候呢就是一贯的模式在这整个的一个出手啊，所以说你可以看到对方也是会去设定说你的这个攻击的路线会在什么地方，而去做一个拦网的一个布阵哦。哇，这球守得漂亮哦，修正过来，黄敬轩，哇，这个打点又是追着球，不过这球没包到，但这个球太靠网了，其实你可以看到他自己本身就是有点担心会触网啊。啊，没有卡吧？没有卡吧？5比3。哇，真的到目前就是这一支了啊，就是张立文打得比较顺一点。其实可以看到他的出手其实是比较火的哈，他的出手还是变化比较多了。对，其实攻击手就是你靠这只手跟手腕在变化哦。被拦下来，还有，哇，又是一个比较居高临下的一个角度啊。黄敬轩这分还是有他的效果。6比4。哇！直接着地，这个蛮尴尬的位置。你看这个球出去了以后呢，是前排要接，但是前排闪掉了以后，结果是，当然我们看到个空，对，当然我们看到 Jaspom 他基本上他是快攻的，他如果说我不切球，我就放给这个 Darin 嘛啊，但是两个人的一个默契是有点没有谈好。徐恩这球出手的这个动作也被对方给识破，吊球没能够成功。
5比7，达人的罚球。出界也多了，也讲实在是不是那一边真的？我看到这我真的觉得是不是那个气流的关系啊？那一次过来特别会飘啊。短球完全没人，完全没人。不过这个球已经掉成是单人在拦网的时候呢，应该是可以来做抢击。6比8。Just Bond 的发球，靠，来个突破啊！受哨音响是怎么触网？触网，触网，高雄台电触网。就判定的应该就是举球员啊，手去点到了，点到网子了，哎，手去点到网子。7比8。还有想要打一个touchdown没成。哇，这球被闪掉了，他整个是平击出去的，想要打一个touchdown啊！这球给的还是有点短了啊！哇，这几个失误现在又把分数送给了对手啊，8比8。哦，哇，其实你看啊。方英奇的整个速度跟那个弹跳的磅数、球的磅数跟整个弹的速度都不错哦。9比8。哎呀，这个球还好，刚刚在线上。他这个球出手的时候，手腕有稍微变了一下，转了一下。哎，这个球高雄台电来挑战球的落点。高雄台电请求挑战项目为界外球。好，现在要挑战的是这个球，到底这个大斜线到底有没有压在线上啊？今天在整个高雄台电的主场，其实如果大家来到了凤山的这个体育馆的外围，还是有相当多的摊位啊。对，而且有很多可以互动的一些摊位，可以跟来看球的这个球迷来同乐啊。今天在这个凤山园区的，其实它还有另外的赛会在这个地方，外面那个它的田地场上面。有压线啊，压线。挑战失败。9比9。陈庭儒。哎呦，哦，再来哦，还有哦，有拉回来，这球截线，哇，这个防守有到位哦。对，不过刚刚真是捏了一把冷汗哈。在整个可以看到，在这个胡小佩的一个这个拦网，他过去了以后，他没有上去，他发觉开网就往后退了，对，准备防守。对，但是那我们的一个动作，有的时候你的动作跑到一半了以后呢，其实会影响到后面，因为后面会认为说你要上去做组合拦网的情况下，他要去调整他一个防守的位置。好，阿宝在中路的一个突破。
10比10。啊！哇，喷掉了，喷掉了。今天张一起他在整个的发球上面还表现不错，因为他算是女孩子里面少数几个用跳扣的这种的一个发球。他的发球是包球，包着让这个球很炫哦。对，因为他是有点这种跳发的这种模式啊，其实他的这个所谓的一个力道也有。小费这几个中路的突破都是打长线啊。不过一起他今天的一个发球，我觉得他的发球比他的攻击好很多哎，更有威胁性啊。11比11。哇，这个又是沉得很快，掉得很快。啊，这个张立文转得太多了，他球点拉得非常的高啊。12比11。啊，没有包死。出手算刁钻的啦啊，整个一个虽然不是强击球，但是他整个是用手腕来去做一个这个扣球，稍微去做了一个侧旋的一个动作。他也不是那种高大，也是看你的手型在做变化的、哦。对。好球，守得漂亮。哎呀，这个就有点不应该的一个失误啊，中间没有人防了。其实可以看到台电队这个拦网里面，我的感觉啦哈，这两个拦网里面是要拦不拦的那种感觉，所以说有点就是跳起来就是轻跳的模式。当然这个的是不是会影响到后面的一个这个他的一个这个所谓的一个这个防守的站位哦？动作做的不干脆哦。对。还有。跳球，再来，哇！这个张一奇勾的角度更大了，来不及了。13比13。中路的突破没成，修正，靠网。哇，真的是奇荣打长，这张立文的球很会找点哦。所以今天其实台大这个台电最大的一个这个障碍啊，就是在张一文啊。短还有。打击啊！这边这两边节奏打得比较快，可是其实都算是有点小乱了哦。没有那么的流畅。14比14。长线。哇，站位站得很好，还有救得漂亮，再来，哎呦，还好，徐慧颖今天的这个4号位这个点都没有办法拉高，所以基本上对方拦的都还算是蛮顺手的哦。其实他有一个观念，你看他的出手哦，他这个顺打的一个过程里面被拦到了以后，他就是会有点出手，就是有点会会丢，对，就是有点会犹豫的这种现象，对，有点担心说我这个出手会被拦回来，所以你看他的出手不够果断，对，其实可以用手腕再去做一些更灵活的改变哦。哎呀呀呀呀呀！哇，这真的有点乱了，真的有点乱了。哦。哎，怎么了？判不出来。哎，这个举球也是前排后排的，想了半天了啊。被抓了一个直球啊！
啊，没有，他这个球刚刚其实他是刚刚这个球是佳瑶，他举球单手举球的时候，结果一拨的时候呢，拨到对方的区域去。OK， 那这个时候裁判他判定犹豫了一下，因为他要先确认一下佳瑶他是前排还是后排。OK， 如果是后排当然犯规，结果后来确认前排是没事就落地。对 ，OK 得分 OK。所以我们常谈到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举球员在前排的时候，你不要忽略他并不是一个举球员哦，他还是一个攻击手。嗯。没有按。对，触网，这个拉得非常大。触网啊，触网。婉莹这边急着跳脚，急着跺脚。球员赶紧提醒教练团，触网啊，不是触网，是扯网。不过教练很投入在看比赛哦，真的。因为刚刚那个抖动是有点大了，对，它非常大。哇，有，整个手肘是完全是从网子上面刷下去哦。挑战成功。好，现在16比16。还有，又是一个修正长球。你看我看你，没有人下手。其实可以看到徐婉莹她的一个核心很好，你看她的核心，她的攻击的一个动作，她的这个我们说核心的一个基准，她蛮强的，所以她的扣球的力量蛮大的。我该怎么形容啊？场上是最没有身材优势的人，扣得最凶，对不对？其实我说每一个运动员他都有他的优点，那当然，因为你身材已经是这样子一个问题了，就是他不可能再长，那你就是要发展说我的缺点在哪里啊？那婉瑜他基本上来讲的话，他把他自己的一个条件做得非常好，而且我的感觉，因为已经有3个礼拜没看到他了。我觉得就是我的今天看到他，就他的提升不是只有发型颜色哦，啊，就像刚刚清芳提到，他的整个核心速度、爆发力都提升了，对，代表他已经更准备好，对，要承担一切了，对不对？那其实我们说我们。这个大概是一些小小的通病吧，因为身材好的、条件好的选手来讲的话，其实他如果说用同样的一个状况，他有这样的核心，他的攻击会更好。但是一般来讲的话，我们比较看不出来说个子高的他有优势的，能够做出一个很好的一个攻击的一个形态哦。张一起今天真的在攻击上没有那么的顺，不过在出手的方法上倒是蛮灵活的了啊。他对于说最后瞬间的一个出手是要吊要扣，他这个地方他的一个选择性是会比较好一点。平拉开，没事，再来。好，这就顶到漂亮。好，再来，还有后排。哇，还是黎文啊！黎文这门炮真的是哈，千变万化啊。对。所以他黎文的这个2号位跟1号位这个点哦，台电要把它看好。那其实像婉瑜，我们刚刚看到他的一个助跑是以这个所谓的 inside out 的方向来走啊。其实这种的一个打法非常好，因为基本上来讲的话，他有很大的一个优势啊，在整个助跑，他出手的这个角度，他可以做得更好。哇，小佩今天下手选的点啊都很刁钻，而且出手够快啊。18比18。哎呦！哇，这个球完全飘到了一个很遥远不知名的地方去了。好，现在要换人。
要把刘玉纯给换上来，把洪家瑶给换下去。新北中间，请球替补11号下25号张轩上。好，斜线两边都守得不错。哦，直线也有防备，再来。哎呦，聪明，给你打起来对吧？高雄台电请求暂停。好，双方目前2分差，高雄台电的暂停18比20。有机会多拿一些快攻，至于长的他都特定位置，所以你要吊球要拨中间，对，吊他都变。高雄台电请求替补14号下9号蔡佑选上。好，两边换人啊。那新北中间是张轩上来，在高雄台电把蔡佑群给换上来。哇，真的是这种高打点，前面没拦到，后面还是有点麻烦了。其实可以看到，黄金圈其实他以前的一个打法来讲的话呢，你只要观察一下，他其实他的助跑，他的摆背，我觉得他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他的摆背，他的摆背可以摆得出来的话，他可以整个的一个攻击的延展性会更好。但是他的一个摆背来讲的话，其实他手是不摆的，你仔细看哦。哇，真的是张立文的出色就贼哈。新北中心请求替补21号下。好，现在新北中间李子嫣上来发球。哇，真的是啊，这高打点啊！再次靠着黄敬轩2号位的一个大角度的一个攻击，20比21。还有。自己走，巴库没人，哎呦，这个结果，还有没打死啊！对，那个蛮可惜的，那已经是完全没人，没配好啦。再走一次吗？好球，好球，漂亮，再来！哇，真的是一波啊！分数又让高雄台电给追上21比21。哎呦，这个球贴过去，对，好像没有发好一样啊。啊，黄敬轩，哇，还是这个高打点啊！对，这次的一个攻击感觉上有那种力量啊，听到那个啪的声音出来。对，而且重点是，当他的球你前排都完全拦不到的时候，就后排就很麻烦，就不知道到底要往哪边守啊！好，现在反倒让高雄台电超前的1分，哇，这球多飘啊！我们看到那个球在空中就一直这样转来转去。果然真的是飘出界了，23-21。哇，在这个末段的时候呢，连追了3分。
还是黎文这个点，你看这个球是点扣，对。哇，他的出手方法真的很多倍。其实真的看黎文打球，可以给国内这些选手很多的一些的一个这个学习的榜样，因为他确实手的变化超多的哦。其实像这种的一个防守的一个这个布阵来讲的话，其实台电队可以调整，因为它的主要的都在对角的斜线哈，它可以调整成3个这个开放式的防守里面来讲的话，以这个6-1-2这个的方向来走。突然间来了一个吊球，那这一分再给抢回，连补2分回来，23-23。第2局打的是难分难解啊。哎呦！哦，这球还是接了，还是救了。还有，漂亮！哇，没办法了啊！这一分反倒让新北中先，哇，连赶3分啊！从21-23，现在变作24-23，现在是高雄台电喊暂停。高雄台电请求暂停。有，这边还是招牌转直线，对，24-24。哎呦！哇，又没接好啊，又被他飘了1分啊！同样的位置。你可以看到他这个的位置2次都是跟那个Jalaspo 的这个位置，还有这个 Danny 这个位置来发。25-24，又往下飘，哇，这球又危险了，机会球来了，好，台电的机会，大斜线这一分拿到，第2局。高雄台电26-24，再下一城，局数2-0。我们今年就是联庄排球队，我们有换一些阵容，因为我们去年主力有受伤，所以有补强了一些球员。因为蛮多新的成员加入，我觉得能最快速的整合就是不断的沟通。许多来自不同地方的球员，就是我觉得他们的分享对于我们球队来说非常重要。整支球队在经历了一些5大杯赛的洗礼，每一场球赛都要多出声音，然后互相鼓舞，才可以把士气拉起来。一定是要先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能害怕，不能觉得自己的经验比较不足，或是自己年纪比较小。我觉得反而要更敢拼一点，更敢去突破。我觉得就是慢慢的去磨合，拿出大家自己原有的实力，然后在比赛场上展现出最好的样子。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名单一出来的时候，好像大家都对这些名单蛮惊讶的。我们这一批比以往的年纪
都还要再小一点点，所以我觉得我们要靠我们的体力啊，然后可能我们的气势，然后再加上我们平常整合的东西。我们都有做一些举球员跟攻击手搭配，那在对抗性上，我们也做了很多那种团体式的一个对抗方式。这次有雅媛泰国的2个选手整合下来的话，我觉得可能有很多习性很像，所以在沟通上面或者是表达上面，还有一些习惯上面的话，还蛮容易去做配合的。我相信就是靠每天的训练，然后有问题就提出，然后修正，我相信会有好的成果。我觉得不管是谁上场，其实就是做好自己最好的表现，拿下这场比赛。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eart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eartSport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Got a fine little body and her mind's kinda naughty. They say that once you taste it, you cannot replace it. She could get you high, all the dopamine inside triggers fast once she's naked. Her body's a creation. They say the devil made her for his entertainment, but even he couldn't learn how to contain it. Her high heels make a damn good statement. There is no replacement, a body by Satan. 'Cause she got a bad little waist, and we tearing down this place off the liquor that we chase. Got some egos to the face, baby, I don't need no space. Coming closer for a taste, and I'll show you how I make everything just fade away. 'Cause she's like sex, drugs, cocaine, body so insane. Jealous of the clothing that she wears up on her tight frame. All game, no shame, baby came here to play. I feel like an addict 'cause she's sex, drugs, cocaine. 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eart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好的，现在在整个第2局的情况，我们来跟大家看一下整个攻守的数据。两边的攻击17分，那高雄台电只有1个失误，发球拿1分啊，两边各5个失误，可是发球得分拿了4分，所以发球的加压在第2局是真的有做到，应该是新北中签的一个攻击的失误了哈，它是只有1次哈。那基本上来讲的话，在整个的在第2局的时候，可以看到新北中签的整个的一个战力有提升上来哈。那基本上来讲的话呢，双方的失误并没有太大的一个差距哈。不过可以看到，在发球的一个部分来讲，高雄台电确实也压制了这个新北中签的整个的接发的一个状况。好，在得分的部分，张立文一枝独秀啊，8分，达润4分，张一起3分。那在高雄台电的部分呢，这个重点还在于黄敬轩6分，小佩3分，蔡佑廷2分。这其实第2局看起来，其实新北中间是有机会的啊，可是最后还是几波对手的攻击没守到啊。当然，我觉得最大的问题还是在那个接发。接发，对，他在这整个最后的整个的一个接发 ，Darling 跟Jarlaspong 的这个位置的一个区块，新北中间应该特别注意到这个的位置。
好，现在马上进入到第3局，现在的局数是高雄台电2比0。第3局，陈定如先发球。这球对不丢，对不丢？对，点拉得很高。我们也在比赛当中也跟大家提到这个 QR code 啊，那在这4周当中啊，每场比赛都有荧幕上的 QR code， 有一个有奖征答的活动。那您只要参加就有机会扫 QR code 就可以抽奖，抽中奖品。奖品呢是红曼顿的这个运动用品的礼券，有5000块，总共有4份啊，也欢迎大家能够一起来跟我们720，能够有更多的一个观众能够加入啊。我们也把这个好康的讯息啊，跟大家来做分享。好，1比1啊，这个翻过来，还有，张立文，哇，张立文出手还是他怎么讲？是因为他的身体比较轻嘛，所以他的跟上去的速度跟出手速度还是跟得上。对，其实像这种的这个球不够长哦，它是往里面来扑的一个现象来讲的话，整个拦网上面你要有一些改变。因为你基本上就是说他的身体形态已经往前倾了，他要去转这个直线的几率不高了。对，不是说完全不可能，就是不高了。所以在整个拦网上面，你的一个站位啦，还有你拦网的一个这个方向，都一定要去做一个调整。这个拦网的一个区块，其实是我们各队里面它最大的问题。2比2。还有，这把先做，先出力，要先处理。哇，现在力况又是一个你看我看你啊。要不然就是声音了啊，就是想要拿球的人就出声音了，要不然说前排的这个地方，一个在你身边的就先处理了哈。彭宇罗刚刚那个球是有点小小的失误。将功折罪。好，再来第2波换边。加快球速，这就有被挡回来。第3波再给离网太近，还有。不过像这种靠网球，台电队应该就是要把它拿下来了哈。你让这个李文还可以拨得过去，那就是唯一就是说你在拦网的手型上面有一些状况。这个开局4比3。救回来啊！陈总这分硬是救了达瑞，也是一个塔吉亚。5比3。长了，哇，这就出界了啊！这每一个选手，其实在比赛的过程里面，你要把自己的今天的状况调整到最好啊。像李文今天的一个这个，就把自己的心态调整得很好，就是整个就是我就是准备跟你台电来一场硬仗的那种感觉啊。短球，啊呀呀呀呀，又是一样的问题，大家都舍不得出手啊。达人这个球，他也看了一下举球员，又看了那个球，又看了他。其实，在这种犹豫的过程里面，你时间就没有了。我们排球的一个这个玩法里面，跟时间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所以我上次开玩笑在讲说，排球就是玩时间了，玩空间。哦，这个转手大斜线，啊，还是徐婉玲的手腕够犀利啊。不过你刚刚讲，
简单的逻辑就排球就是要够积极的，你只要不够积极，那个 timing 一过就没了。对对，因为球在空中飞，你只要稍微犹豫，时间就不对了。对。所有的人都要跟着这颗球跑哦，所以球速快、球速慢，你都要去跟着配合它。哎呦！哎呀，也是撇多了，撇多了，这球真的撇得太远了。接发球啊，又是直接再往前被洪家瑶给压掉。在第3局的时候，感觉上在台电队的发球，就恢复的正常了。大概也熟了啊，也就是整个热身上都已经完全开来了。哎呀，没有，也是没有压到球啊。不过杨梦娟这一颗球其实是已经完全把它调开来了，她自己的出手没有出手好。其实那个 timing 上去的 timing 是对的哦，对，没有包好啊。现在3分差，西北中间的暂定。暂停结束。目前双方比分来到9比6，台电队暂时领先。还有。再来，这球也没有准备好。哇，其实讲出来就是说，就像刚刚青芳姐还是回到一个基本功了哦。像当然这个失误，可是重点是其实这都是不应该出现的，对不对？没错，简单讲是这样。因为像这种球都是几乎就是安全球了，对，就没有太大的一个威胁性，也是没有太大的一个速度性的一个球哦。100次你100次都要接起来，对不对？真的，这球偏掉了。8比9。杨梦娟后排慢了，靠啊！有点乱，有点乱啊！他判的是一个触网，触网。好，这脚挑战。好，挑战的是足部犯规。西北中间请求挑战项目是足部。但是刚刚看到这个副审的手势是一个触网的一个手势。对，我也以为是触网。哦，整只脚，两只脚都已经过去了呀，两只脚都已经过去了。对，好的
这一分的部分是新北中先的越线啊，越中线。10比8，目前高雄台电在第3局2分领先。所以这个有的时候呢，这个主审的副审的一个手势，如果说是手是垂直的，就是触网；啊，如果说是平的部分，它是越界啊。所以那有时候那种手势的一个判定啊，也是要准确性的。打长线。 Very good。不过这个点真的到目前就真的都拦不到了啊！就是说后排在防守上也真的是比较，在判断上来讲就会更加的困难了啊。 哇，也是，其实可以，如果说从这个统计或者是我们所谓的情收的比例来看啊，如果说我们以这个要去情收这个张丽文的一个状况，你可以看到他要这个打所谓的我们说在这个一号位的后排啊，或者是6号位的后排，那这个的部分你可以去有迹可循。他现在在6号位的一个状况里面，其实他的出手会往5号位走的比例蛮高的。所以简单讲，就是它是有一个逻辑性的，对，它有一个出手的习性。再拦回来，再来。 哦，又是阿敏，他的球这前排摸不到，那他就可以打那种4米到5米的落点，那你后面的防守就很难扑啊。对，你看，但是我觉得说你可以看到，他其实可以应该给我感觉可以更好，但他就是助跑的时候，你看他2只手是不摆动，蛮可惜的。我觉得他的整个协调，不过他就是有他的一个条件啊，身高高好，然后弹跳能力也好。 哇，这个就给阿宝做的平行的快攻，还是有点的小瑕疵了啊。分数上还是维持有3分的落差，新北中心喊暂停，10比13。暂停结束。目前比分来到13比10，由台电队暂时领先3分。 哎呦，小心，真的要小心。其实，在后面的热身呢，要组一道人墙。对，要让他知道那个界限 limit 在哪里的啊，不能让他真的就一路狂奔啊！开玩笑，再奔过来就跑上来，真的我都想出手。对，我下次来我带一张网子，直接把它撒出去。哎，14比11。 哇，李文今天就好怕，今天就好怕。其实这种靠网球，你可以看到，它就叫经验球。我靠网的，我不需要跟你强击，因为强击我可能你会触网，或者是说有可能会被你拦到，我就拉高点，我用高压的方式来处理，这个球又快又近。
有救回来。哎呦！有球迷说，我今天都不跟球迷聊天，我今天这播太多，我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到今天下午，我真的已经。你昨天是播网球，对啊，不是播排球，我已经快没力了，我今天没有什么体力多聊天了。好，只差1分哦。不过你不能够这个让这个我们的球迷这个期待落空吧？对呀。哎，这球没打死，再来，还是给李文哦，这个躲了嘞。对，你可以看他虚实啦。其实你仔细欣赏他的动作，他跳起来了以后呢，还是有滞空再做出手，所以这个出手的时候呢，他就有选择性的路线。高雄台电队请求暂停。那个球迷说快弥留，不是快弥留，是已经弥留了，没那么严重，没那么严重。好，现在分数被追上来，14比14啊！高雄台电的暂停。他们现在这轮的主力就是中间跟后面，没有快攻的主力去后面，然后要下来，不要站在网边，没有站在不过这2天真的是这最近真的我觉得体育迷是很开心的啦，因为真的好比赛太多了。那你看大家在关注12强打得这么那么火烫。对啊，不应该提12强，这个时候人家会跳台。没有关系啦，就是还有网球，还有排球，就太多了。是，其实我们说在整个台湾的运动赛事非常的多，那现在透过媒体的转播的赛事也越来越精彩。是。所以当然了，这个喜欢各个的运动的都可以去看欣赏一下不同的运动。对啊。不要啦，我就觉得大家今天不要看12强，你会不开心啦。看排球，明天再看12强。对，基本上今天12强，我们聊到12强去的，因为我们确定是要跟日本来争冠军。对啊。所以在人员的调整上面来讲的话，今天输赢都不影响。今天被马龙盖啊。所以会有一些练兵的状况。对，被马龙盖啊，对。夏天不是说下一场是我吗？你希望是我吗？重点是，所以大家对你的期待。差1分哦，黎文还是黎文最管用啊，买保险的啦啊！给他出手快，黎文真的是买了保险。哎，他真的就是他上去之后就看得很清楚，然后决定他要的一个攻击的策略。对啊，不，他可以可能节奏他自己可以控制啊。你可以看到这种出手，他当然往对方还没有起来的时候，他就很快的出手。所以一个攻击手本来就是要去观察对方的形态，而不是一味的按照这个很中规中矩的一个节奏在打球。呀，15比15。而且我觉得黎文打球有很好的特质，就是他一直都球兵啊，他都球兵。对。好，这个贝菲没打死。哦，这个顶住，哎，好球，救回来。贝菲跑拉出来，打直线嘛，啊，这球手没有撑住，对，没有撑住，对。被这个达人的一个力道给贯穿过去。球迷说，因为希望是我，因为我比较好笑。你说这样我有什么动能继续往下播？你就不要播，什么叫比较好笑？不，我想问一下球迷是说话好笑还是长得很好笑？这个要分清楚。真的。还好我没那么玻璃心啊。好，这球看一下，来背传，张育启放慢，17，靠了。哇！哎，今天今天看不烂的哈。不，最主要今天的从第1局开始的时候，我就觉得他的一个助跑起跳的状况，他的脚是在下面拖的，那个就是我们的习惯，就是说哎拖，对，那种整个踩跳没有办法跳起来。你这样一讲，我一直觉得他今天是穿拖鞋来打球的感觉。不就觉得他今天比较那个爆发力比较没有了哈，爆发力比较没有。但是其实你反观来讲，我刚才特别提到，其实他今天的发球很好，他的发球很敢发啊。
17不开心，我们这样讲他不开心，他马上就转一个直线。对，确实这个球打得非常好，但是还是没有跳起来。不过他的手举的是非常高啊，因为他有他的优势。我们说第一个身材高他是优势，第二个他打点他手拉得很高也是优势。但如果说他能够跳起来的时候，其实他的攻击的点会更吓人。对，而且他的手腕扣得很好了，他手腕包球包得很好。哦，你看我们讲一个不好的，就要讲5个好的，这样才有办法继续往下接。没有，最主要是这个选手的一个优缺点哈，其实我们要看得很清楚呀。17，好来看看这一波，贝菲跑一个，哇，这球，哦，他的这个手腕最后的那得很快哎，相当的快。刚这个志平兄在提到了这个手腕的地方，其实最重要就是在最后出手的那个动作是。长线啊，没有发觉球在哪里啊，没有发觉球在哪里。不过2次的佳肴的拦网里面呢，我就感觉上他这个手撑得不够硬啊，所以很容易就被整个的一个这个攻击的力道给打了回去啊，就绷得不够紧，对不对？而且太快收掉了。你是说皮绷得不够紧？不，就是手那个力量绷得不够紧。所以要讲好是手啊，手绷得不够紧。这也是一样，都吞得下来哈。我们说不看的是篮网的那个手型跟角度非常的重要啊。贝菲跑一个，这球中路没事，守得好。再来，哇，你看又是那种角度，哇，那种角度进来就让你很难防啊。18比18。还有，哎呦，又顿呆了一下。就17还是有那个条件在了，他绝对有。对啊，你可以看到他其实他这几球的一个攻击的力量他都有，整个的力道都有。2号张武武上，11号下，19号陈平路上。所以有些选手是属于慢热型的哈，就是前面的开始的可能在慢慢磨，但磨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呢，开始整个发挥出来了。19比18。哇，这真的非常高。你讲的没错，只能靠阿米，也不是说只能靠阿米，他就真的有那个打点跟高度的双重优势了啊。好，还是很纠结哦，19比19哦，现在是第3局啊，局数现在是高雄台电2比哦，这球压得够低。啊，应该已经触网了吧？还是击球？他被过网击球，对，过网击球啊不，对，举球后排，举球后排啦，举球后排。20比19。其实我们可以看到3局的一个状况呢，其实都是蛮拉锯的哈，整个的表现。希望这个球不接的话，搞不好这个球有可能会飘出界。对。21比19，哇，这个差距现在有点大，因为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了哈。对。哎，又是 S。哇，这个球就真的差距有点巨大啊，不是大。哎呦。22比19，其实应该在整个的发球哇，又没接好，对，都没接好，因为他的站位是稍微比较前面一点。好
好，现在高雄台电换人，刘玉纯上来。你看那个样子有没有？对，这个点，你看在这个地方，你看他的打点多高，真的非常高。那种这有那种居高临下的那种泰山压顶的感觉。我们如果说以他这个攻击的高度来看以国际选手的高度也不过如此而已。这个手到。再一分吗？没有，还是给黎文。哦，大斜线好球！黎文的攻击效率还是高哦。哇，黎文个人一个人的这个攻击啊，已经要到达20分了。所以今天整个都是看黎文的个人秀。那台电的部分是黄敬轩17分，婉云12分，那胡小佩11分。还有，这样子，哇，黎文聪明啊，他想办法让黎文这一关渡过去，给黎文到后排去，比较不会影响那么大。哎呦，现在如果照这样的局势发展下去，这个第3局。对台电而言，风险还是很高哎啊！现在赶紧暂停，23比22。用这个可以点打一个，然后都碰球就，别怕球，再一个，我们再打一个，加一好不好？现在基本上都给，所以用。好的，事情会怎么发展下去？阿姆在22-23，看台电这个接球给黄敬轩没打死，再来，又给黎文。哇！救回来，没法多了，没办法，打不死，打不死。现在23比23。好，现在把蔡佑群临危受命换上来。这个连续3分的失误哦。哇！现在来一个2楼的。我这一轮要特别的注意，因为每一次可以看到西北中签的一个接发失误，都在这个轮次有很大的关系哦。哎呦，黎文真的是生气了啊！黎文生气了。不过这个球漂亮。不过也有一个这个所谓的一个，就是说对台电比较有这个什么优势的状况是，黎文已经轮到后排去了。24比24，黎文到后排发球。蔡佑群这球，还有。哎呦，危险！上来危险！后排放慢，再来，敢打一点，再来，还有慢，还有，黄敬轩没有准备，对，再来，哇，打到祁隆的手上，弄不好。啊！这一球达瑞硬是把你喷掉了。
刚刚前面的3分的一个整个没有拿下来，对台电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伤害。25-24，李文的发球，放慢，还有后排，哎呀，又乱掉了，哎呦，大人冤枉啊！哈哈哈，没有人，没人秀。这个剧本写的有点乱，这根本没有剧本嘛，这就是那个实境秀啊，这没有剧本啊，这真的是完全跨博。25-25，大斜线守住后排，哎呀，又给的有点短，给谁不清楚，这是台电的机会。有哇，守得好，还有，再看看后排给的短，祁荣在，哎呀，讲实在话，在我的概念上，我没有急着要下班，好不好？大家认真打，这球真的是太可惜了。真的，哇，这球真的是太可惜了，没话声啦。因为这种的机会球，说不定2个有喊都没有听懂吧。一个接发球太可惜了，这一球的失误，比赛结束还是让高雄台电3-0击败了新北中仙，在2队今年的第1次的交手，也让高雄台电拿下了第2胜。哇，这场比赛最后真的是状况连连。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名单一出来的时候，好像大家都对这些名单蛮惊讶的。我们这一批比以往的年纪都还要再小一点点，所以我觉得我们要靠我们的体力啊，然后可能我们的气势，然后再加上我们平常整合的东西。我们都有做一些举球员跟攻击手搭配，那在对抗性上，我们也做了很多那种团体式的一个对抗方式。这次有雅媛泰国的2个选手整合下来的话，我觉得可能有很多习性很像，所以在沟通上面或者是表达上面，还有一些习惯上面的话，还蛮容易去做配合的。我相信就是靠每天的训练，然后有问题就提出，然后修正，我相信会有好的成果。我觉得不管是谁上场，其实就是做好自己最好的表现，拿下这场比赛。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我们今年就是联庄排球队，我们有换一些阵容，因为我们去年主力有受伤，所以有补强了一些球员。因为蛮多新的成员加入，我觉得能最快速的整合就是不断的沟通。许多来自不同地方的球员，就是我觉得他们的分享对于我们球队来说非常重要。整支球队在经历了一些5大杯赛的洗礼，每一场球赛都要多出声音，然后互相鼓舞，才可以把士气拉起来。一定是要先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能害怕，不能觉得自己的经验比较不足，或是自己年纪比较小。我觉得反而要更敢拼一点，更敢去突破。我觉得就是慢慢的去磨合，拿出大家自己原有的实力，然后在比赛场上展现出最好的样子。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
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Got a fine little body and her mind's kinda naughty. They say that once you taste it, you cannot replace it. She could get you high, all the dopamine inside triggers fast once she's naked. Her body's a creation. They say the devil made her for his entertainment, but even he couldn't learn how to contain it. Her high heels make a damn good statement. There is no replacement, a body by Satan. 'Cause she got a bad little waist, and we tearing down this place off the liquor that we chase. Got some egos to the face, baby, I don't need no space. Coming closer for a taste, and I'll show you how I make everything just fade away. 'Cause she's like sex, drugs, cocaine, body so insane. Jealous of the clothing that she wears up on her tight frame. All game, no shame, baby came here to play. I feel like an addict 'cause she's sex, drugs, cocaine. 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好，我们最近人气很高的这个张教练、小毛教练，还有我们的包英奇跟其实这个礼拜又有一些进化的婉云在我们的现场。这个礼拜因为是主场周，可是因为你们已经休了3个礼拜，对，所以其实没有比赛，其实不是件好事，休那么久。那这礼拜又有主场周，又有那个压力，可是今天调得还不错，所以整个过程是一开始就有抓到那个节奏，是不是？是因为在赛前的时候，包括在练习的时候，也有提醒他们说，我们这次是主场周，然后希望大家虽然休了很久啦，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把那个精神跟士气再找回来，因为说实在，休息太久，对于那个比赛的氛围确实是有点落差。OK， 好，那基本上因为现在的阵容有新有旧啊，所以说你通常来讲会先提醒他们什么？因为在这样子的阵容上要去融合，要很快的进入到拉高，对，其实它是一个考验。是没错，就是其实他们在跟我们搭配的时候，会以他们本身的优点去做一些强化。那像需要加强的部分，我们就是慢慢的去增进，不会想说一下子就要把它变成台电的模式，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优点。对 ，OK， 好，来，我们跟那个英奇聊一下。其实去年你就在打气联了，可是因为实在没有什么机会能够访问得到。那今年其实上个礼拜没有上一次的初赛，教练团就大胆敢用你，那你也表现得不错。那这个礼拜今天让你先发哦，所以说有什么心得吗？觉得很开心，就是有这个机会可以表现。然后觉得一开始也做得不错，但是后来就是因为有小失误，然后开始心情就比较闷，这样子打不太出来，就会有一点波动，就对。对。那怎么样把自己拉回来？有想到说怎么样可以让自己快速的恢复吗？因为大家都一直在鼓励我，就是告诉自己不要想那么多，勇敢去做就对了。好，那我再问一个比较有趣，就大家对你的发型一直有很高度的兴趣，怎么会 settle 的这么帅？因为我头发比较多啊，然后就很热，就把它剃掉这样。所以这是为了散热。对。对，因为我很怕热这样。可是这样子的发型已经有多久了？从国3到现在。所以说国3就是这种造型。对。所以说效果还不错。对。这样夏天，那冬天也这样吗？对。不会觉得冷吗？不会，很舒服。哦 ，OK 啊，没有啊，他一点都不生疏啊，他很OK 啊，来玩一玩。有天分。其实今年你当然第一个就是，其实这两场都会看得出来，你现在的角色很重要。那包含你要攻击，那你在后面还要帮忙防守。那可是今天我是觉得你的整个核心的力量跟蹦起来的速度又更快。所以最近有操得很凶吗？还是最近有给自己更多的一些菜单吗？其实也还好因为可能我们有搭配那个肌力体能训练师的一些课表，然后加上可能教练的一些调整。所以我觉得就是可能有经过特别的调配之后，在这礼拜就是让我们在赛季的期间，可以让我们在状态最好的那个对，所以说就感觉起来就是在那个多回合的来回的过程当中，大家都能够撑得住。所以说就是你刚刚讲那个专业的体能训练师，真的有给你们开一些比较多的菜单，还是比较精准的练习？其实越靠近赛季的话，就是
以最低的疲劳度为主。所以说基本上有精心去调配就对了。对。好，那我们聊一下你的造型哦。哇，这个头发好酷，好帅。现在是什么样的心情？什么样的造型？就是粉红泡泡的颜色。粉红泡泡。对啊，跟这个一样，心情美丽。所以你现在有差不多就是想要多久换一次造型，还是随着心情？看心情。看心情是。不过其实蛮好看的，引起很大的回响嘛，很棒，这礼拜很棒。来，我们再跟小毛聊一下。其实。站在上面哦，那不仅是这个督军，还有形象也是啊。你有去 settle 吗？有，我有很多智囊团。他们给你什么样的建议？他们希望我当企联最缤纷的教练。OK， 所以说开始就是我们可以期待每个礼拜都一套就对了。我努力。OK， 好，不错，好。今天当然是这个高雄台电的主场周，那也打得相当的利落，3-0。那我们在明天还会继续看到高雄台电，希望有更好的表现。当然，我相信对手也会开始去研究，因为对双方来讲，其实都有陌生也有熟悉。不过今天2位都表现得相当好，这些在列。好，谢谢3位，我们再把这个时间交给青方秘书长。好，我们恭喜台电队呢，今天以3-0直落3的一个这个大比分呢，来击败了新北中签了。不过今天这场球赛来讲的话呢，真的是有点戏剧化哈。那不过我们看到双方的一个选手的一个表现来看的话，其实新北中签在整个的比赛里面，他也有很多好的一个机会可以来去做获胜了哈。但是就是往往在今天最大的问题，我觉得是他们的一个接发球上面的问题哈。今天没有办法去有效的这个做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接发，所以可以看到在整个的一个这个不断的被 S 的一个情况哈，还有一些在这个接发球不到位的时候呢，他们只能够调出一个叫做修正球的一个模式来进攻。但是在整个的一个进攻上面来讲的话，攻击手的整个的一个战力来讲的话，当然今天还是集中在张立文的身上，因为张立文今天个人拿下了有23分的一个攻击分数哈，当然是在2队里面他是拿到最高的。所以你一个球队里面依赖性太大的话，变成其他的选手没办法来分担这样子进攻里面的一个得分哦。所以说在整个的比赛里面来讲的话，他还是会受到一些影响。尤其我们时常谈到的快攻手，你的得分数多跟寡，其实可以看到这个分数的一个得分的一个分布的时候呢，大概可以知道今天球队表现的一个状况。不过这个整个过程，然后其实我是觉得这个比数让我有点意外了。我本来想说哇，应该会打得很纠结，可是也想看到就是说在整个攻击力的展现，而且真的有差，就是你会觉得那个衔接上，今天好像大致上来讲，就是高雄台电就是那个衔接防守什么就没有那么多的问题，接球也比较稳定，而且后来除了第一局我们讲说13次的失误，发球一直失误，可是从第2局开始，好像这个点马上就做了一些修正哦。对，其实，在选手在比赛的过程里面，你可以看到我的状况是什么样子，我就马上要去修正，要不然的话，你一直持续下去的时候呢，其实这赢的几率就很小哈。那当然，我觉得最可惜的是在新北中签第3局。对不对？对，他第3局连续追上来的这个的分数，其实他有一个机会可以来赢，但是因为他的整个的一个防守，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机会球，最后这2颗的一个这个放掉了，也就是说在整个的一个比赛里面，默契上面的问题，处理球的问题，造成他们在整个比赛里面没有办法去把最后这个关键的分数拿下来，我觉得是很可惜的。大家都可以来看明天，因为2边还要再打一遍。那接下来谁呢？接下来会来看到的是屏东台电，要来面对的是云林美金龙，也值得期待啊！我们今天再度谢谢在我身旁的于群芒宇老师，也谢谢观众们的收看。那我们就下一场球再见了啊！拜拜，拜拜。